记得那种感觉吗？夏天，操场边的风，某个人走过来的瞬间，心跳快了半拍。不是惊天动地，不是生死相许，就只是那一秒，有什么东西悄悄落进你心里，再也拿不出来了。盛夏热恋讲的就是这种感觉。但今天我们不只是聊这部剧的故事，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刘宇航和翟依莹这个组合让无数观众看完之后在评论区写下同一句话，与 quote 好像真的谈过恋爱一样。与 quote 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你们不知道的是，在2025年的短剧市场，每个月有将近800部作品同时上线，真正能破圈的不到 4%。 在这片流量洼地里，一部青春题材的短剧想要杀出重围，靠的不是狗血剧情，靠的不是强行反转，靠的是2个演员用真实的状态把观众拉回自己的青春里去。先说说刘宇航，1996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89厘米的身高，从新面孔模特大赛走出来，拿过全国冠军和最具风度奖。这个起点放在短剧圈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颜值和身形无可挑剔，但模特出身的演员总会被人担心会不会太靠外形，缺了内心戏。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是从他下场拍短剧之后。在《木离色》里，他饰演的楼虫，一个偏执又深情的阔少。剧里有一场雨戏，他把165厘米的女主抱起来转圈，转到第5圈，对方眩晕到想吐，漱完口继续拍。而他全程保持角色状态，没有一个多余的表情。观众当时的反应是，与 quote 这不是在演，这是真的在保护他。与 quote 那种细微的真实感是靠外形堆不出来的。刘宇航身上有一种气质，业内叫与 quote 舒肤家世清爽，与 quote 不是那种凌厉的总裁感，也不是刻意经营的少年感，而是一种自然流露的干净劲儿。他站在那里，你就相信他是对的人，可甜可盐，可以穿西装霸气逼人，也可以穿白 T 让你想把头埋进他肩膀里。这在短剧赛道里太难得了。如果说刘宇航让人相信，那翟依莹让人心疼。2002年出生，河南姑娘，毕业于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她不是科班名校，没有顶配资源，但她有一样东西，让她在短剧圈闯出了自己的路，她的眼睛会说话。行内有个说法叫与 quote 微表情叙事与 quote， 就是说在没有台词的20秒里，一个演员能不能靠一个眼神，一口气，一个低头，让全场停住。翟依莹会在初次尝鲜里有一场戏，她在等男主角，风吹过来，她低头微微笑了一下，没有台词，没有配乐铺垫，就20秒。弹幕刷起来的只有一句话，与 quote 青涩感太真了。与 quote 这就是翟依莹的核心竞争力。她不是那种光芒四射，让你看了就忘不了的类型，她是那种你看完剧回头想，觉得他好像真的爱过那个人。而且他有一个外号，与 quote 万人适配体质。与 quot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跟哪个男演员打，他都能产生化学反应。跟申浩南是暗黑悬疑感，跟王浩真是打破常规的 CP 感，而跟刘宇航，如果你觉得盛夏热恋让你磕到上头，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好，回来说刘宇航和翟依莹的组合，这是2个人的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合作通常是最难的，角色需要磨合，状态需要找感觉，而短剧的拍摄周期往往不超过1周，没时间给你慢慢进入状态。但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拍摄花絮里有个细节被很多人截图转发，导演喊卡之后，刘宇航顺手把自己的外套披在翟依莹肩上，袖口还仔细卷了2圈。那不是剧本，那是下意识的动作。观众说这比剧情更像恋爱。评论区里有人写与 quote CP 感比他以前的搭档还磕。与 quote 还有人说与 quote 不知道是在追剧还是在磕真人。与 quote 这就是盛夏热恋最大的武器，他没有试图制造惊喜，他只是让2个对的人站在了同一个夏天里。身高差的画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刘宇航的那种自然宠溺和翟一莹骨子里的那点少女感放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你相信他喜欢他，你也相信他动心了。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个更深的东西。评论区告诉我，你是被哪个细节打动的？是他们的眼神，还是那件外套？盛夏热恋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出现。2025年，短剧市场爆了，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超过600亿。爆款一部接一部，但同质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重生、穿越、豪门、报复，套路用多了，观众开始疲了。这个时候，一部认认真真讲青春感情的剧，反而成了稀缺品。盛夏热恋没有奇幻设定，没有亿万身家，没有强行逆袭。它讲的是最简单的东西，一个夏天，两个年轻人，一些没说出口的话，和一些来不及挽留的心动。你们知道吗？观众最容易被打动的，从来不是那些大起大落，而是那些小细节。他看他的眼神，他被过身的瞬间，那一下没有落下去的手，这些东西盛夏热恋都有。刘宇航让角色有了重量，他演的不是完美男主，他演的是一个真实的，会出错，会心软，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心意的人。翟一莹让角色有了温度，她演的不是等待被拯救的女主，她演的是一个把情绪藏得很深，但眼睛里藏不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剧能让人看完之后坐在那里发呆好一会儿，因为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它是在帮你找回一段记忆。最后，我想说3件事。第一，刘宇航和翟一莹都是从各自赛道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是模特转型演员，用了8年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感；一个是从配角熬到主角，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撑起了整个角色。他们的相遇不是偶然，是2个认真对待表演的人，在对的时间走到了一起。第二，盛夏热恋告诉我们，在这个每月上线800部短剧的时代，真诚依然是最稀缺的东西。观众不需要更多反转，观众需要的是相信。相信那个人真的爱他，相信那段感情真的发生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青春不需要完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错过的夏天，那些以为会后悔，但后来却成为最珍贵记忆的瞬间，盛夏热恋让你想起来，然后微微笑，这就足够了。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你们最难忘的一个夏天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人的背影，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还是某个下午橙色阳光打进来的一瞬间？评论区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故事。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见。